央视曝光055大区首次演练撤侨，这一举动向外界释放不寻常讯号。中国海军万吨大区也将为巡航远洋执行任务做准备。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继中国海军052D 大区首次参加撤侨行动后，央视又曝光了我南部战区海军055大区105大连驱逐舰首次公开演练国外撤侨行动，向外界释放了不寻常信号，为将来的海外常态化部署提前做好准备。而且按照央视的报道，撤侨演练重点测试055大区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也非常考验指挥员和舰员的临机反应能力。组织完成撤侨任务，对于055大区是一个团考验。近年来，海外华人华侨在面对当地局势动乱时，撤侨成为中国所面对的重大问题之一。从2000年起，中国至少进行了16次海外撤侨行动。这说明近些年来，随着中国整体实力的增强和与世界之间的经济合作不断加强，所以有人走出国门前往海外谋求发展。而且国内的中资企业也因“一带一路”战略前往其他国家开拓海外市场和加深与国外的经济合作关系，遍布全世界，当然主要集中在非洲、中东等国。那么在国外一旦发生大规模动乱或者是爆发战争，无论如何会影响到所在国当地中国公民和侨民的人身安全，那么中国军队就将承担起撤离侨民的主要任务。当然，军队出动就说明这事儿很严重了。一般来说，撤侨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民航包机、租用外国邮轮等。在国外安全环境恶劣的情形下，解放军作为武装力量出动进行撤侨任务，将会为侨民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同时震慑意图对中国侨民不轨的不法分子。此外，055大区演练撤侨还有出于捍卫中国海上经济利益、海上贸易线的考量。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之一，海上贸易对中国的经济至关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欧洲、印度洋、马六甲海上贸易线了。如果海上贸易补给线被切断，中国的进口和出口都将受到严重干扰，可能导致商品短缺和出现经济问题。印度军方此前就叫嚣称要切断中国的海上贸易线，可以说海上贸易线的安危对中国的经济利益至关重要。所以说，为了确保海上利益，中国海军也必须准备应对任何突发事件。而此次官方出动055这样的万吨大区进行撤侨模拟演练，也是在释放不寻常讯号。毕竟055执行撤侨任务完全是绰绰有余的。作为中国海军除航母外最强的水面战舰，055型驱逐舰是中国海军的最新型号，具备较高的综合作战能力和远洋作战能力。相比于054A 护卫舰或052D 大区，055大区在舰艇排水量、武备系统等方面有显著提升，能够提供更好的保护和支援能力。随着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广泛增加，解放军可能需要应对更复杂和多样化的任务，包括撤离国民和维护海上贸易线的行动。055大区的较大排水量和更强的作战能力，使其完全能够胜任执行这样的任务。055大区也可以通过此类行动检验其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各种能力，进一步提高紧急任务的军事能力。毕竟随着近些年海军不断接收新型舰艇，远海防卫作战装备力量体系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再次证明中国海军有能力在大洋深处发挥重大作用。而未来在撤侨或者是维护海上贸易线路的任务中，或多或少可能会遭遇一些意想不到的威胁。以055大区本身的强大战力，足以应对任何突发情况。055作为海军唯一一型万吨大区，其火力可谓是武装到了牙齿，装备了完全体的130毫米舰炮和112大口径冷热共架垂发单元和其他武器，在撤侨任务中不具任何威胁。其舰炮就相当于地面一个炮兵连的火力。若是应对海上威胁，
毫不夸张地说，一艘055的战力可以毁灭一个舰队。比如说，印度海军若未来针对中国海上贸易线进行封锁，一艘055大驱112个垂发中，混装了防空、反导、反舰、反潜、巡航、高超等多种导弹，一轮打击就能够干掉印度海军几艘驱逐舰和护卫舰组成的一个小分舰队。总而言之，055大驱未来将承担更多的军事任务，同时将要加强对于远洋的常态化海外部署任务。